如果你对狭义相对论有一定的理解，应该知道任何有质量的物体不可能达到光在真空中的传播速度。那么，如果以近光速飞行，我们需要多久能进入比邻星的轨道呢？14年多吗？很遗憾，并不是，因为还需要考虑到发射时的加速，以及在接近目的地时的减速，所以实际上需要的时间会长得多。而这还只是距离最近的恒星，至于前往那些动辄数千光年外的恒星，就更是天方夜谭了。不过，这里并不是说这种旅行完全不可能。实际上，从理论上讲，任何航天员的一生都可以完成这样的旅程。这是因为在一个接近光速运动的系统中，时间相对于静止的观察者会变慢，或者说飞船的速度越接近光速，时间膨胀就越明显。例如，对于以99.999%的光速飞行的飞船上的人来说，10000年的太空之旅只需约45年。只是对于地球上的我们来说，这个时间跨度是无法接受的。当然，这个速度目前来看也是天方夜谭。时至今日，人类制造的航天器所达到的最快速度仅约光速的0.06%。这个记录是由 NASA 的帕克太阳探测器创造的。它在2024年12月围绕太阳运行的速度达到了近每小时70万千米。而对于不用太阳的引力加速的其他典型太空任务，以每小时10万千米的速度飞行都还很遥远。尽管我们有很多提高这些速度的方法，但一想到我们终将不可避免地遇到无法超越的光速障碍，似乎就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不管我们再怎么努力，都只能在几十光年的范围内转悠。不过咱们也不是一点希望也没有。早在1994年，墨西哥理论物理学家米格尔证明了超光速旅行在理论上是可行的。接下来咱们就来看看他究竟提出了什么，以及如何让我们超越狭义相对论。实际上，狭义相对论说的是任何有质量的物体要达到光速都需要无穷的能量，那就更不用说超光速了。所以通过这个方法，超光速是不可能的。但是这种限制只适用于在太空中的旅行，如果空间本身可以移动，情况就不一样了。所以尽管我们不能在短于距离除以光速的时间内穿越两点之间的空间，但如果我们能以某种方式操纵空间本身，压缩飞船前方与 B 点之间的空间，同时拉伸飞船后方的空间，将飞船与 A 点隔开。在这种情况下，飞船实际上会发现自己离 B 点更近，就好像它在没有移动的情况下行驶了一段距离一样。而从现代物理学的角度来看，这并非不可能。我们应该都知道，空间确实可以压缩和拉伸。例如，任何具有能量的物体附近的空间都会收缩。空间的这一特性也是广义相对论的基础。这一理论已被无数实验和观测所证实。这其中的引力波就是时空结构中因拉伸和压缩而产生的一种波。至于空间的拉伸，根据目前的理解来看，可以用宇宙膨胀来解释。所以严谨来说，遥远的星系并没有飞离我们，只是我们之间相隔的空间在不断增大，让我们将其理解为它们正在远离我们。再加上狭义相对论对空间的拉伸和压缩没有施加任何限制，因此通过这种空间扭曲来改变物体之间的相对位置也没有任何限制。根据目前的宇宙模型，在一定区域以外的宇宙空间正在以超光速的速度从我们身边退去，因此除非宇宙膨胀的速度在未来降低，否则我们永远无法看到它们现在的样子。在此基础上，米格尔提出了以下建议：想象一下，如果一艘宇宙飞船上装有一个能够压缩和拉伸空间的装置，这个装置在飞船前方一定距离内压缩空间，同时在飞船后方一定距离内拉伸空间，因此飞船会经历某种形式的运动，并改变它相对于其他物体的位置。为了方便理解，咱们可以用冲浪来解释下，即冲浪者相对于波浪可能是静止的，但由于波浪本身是运动的，因此从外部观察者的角度来看，冲浪者也是运动的。只不过在这种情况下，航天器并不是乘着一个已有的波浪，而是在自己创造的时空曲率波浪上冲浪。理论上，这个波浪的速度可以远超光速的限制，所以米格尔的想法其实是通过在飞船周围创建一个特殊的扭曲空间区域来绕过光速障碍。至于飞船则保持在正常的非扭曲空间中，这个扭曲空间区域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阿库别瑞气泡，而这个装置本身则被称为曲速引擎。1994年，米格尔发表了他的研究成果和必要的数学公式。这篇论文在科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不过尽管反响不一，但即使是最强烈的反对者，也还没有找到明确推翻米格尔概念的方法。或者说，根据目前的科学认识，
通过米格尔的方法让航天器超光速，在理论上是可行的，这并不违反任何已知的物理定律。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它真的能被制造出来，所以更多的物理学家是对它的可行性有着严重而合理的怀疑。